先把电动车停在路边。我在这边无人区发现了一个这个太阳能发电站，我过去看看能不能接个电，充个电。这个功率绝对比我那个要大，这么多板子，那个天上的板子对吧？架得那么高，那我就没办法了。架得低的话，我看看它的线能不能搭上我的升压控制器，直接充我的电动车。我过来看看。搞这么多太阳能板干嘛的呀？你看隔壁这么多电线杆都是输送电路的，然后这边又搞个太阳能发电站。这个板子比较低，我看1、2、3、4、5线呢。这个线数这么少吗？下面看看他们的接线是怎么接的。哇，直接就有这种插口，把这只插口一插，插上自己的升压控制器，直接就能充电了。哇，这是大型的升压控制器。然后这么多板子，然后他们直接串联到一块了。串联到一块之后，这边搞个这么大的升压控制器，我都没见过这种控制器。这个控制器四周都是没有仪表、没有按键的，看来都是提前设计好的。这个线这么粗，哦，还要和上面串联，那这就更厉害了。这边有个信号塔，然后下面有个房子，应该是变压器吧。走了，我的电还是比较充足的，2块123的锂电池，还能继续往前面走走。如果真的没电的话，碰到这种太阳能板，直接插上自己的升压控制器，就能充电了。走了，继续出发。这边是拦的铁丝网，应该是防野生动物的，但是现在这个铁丝已经下沉下去了。准备出发，这是捡了一袋牛粪，然后上面还有几个木材，都是在路上捡的，慢慢积累吧。今天是从安多县往唐古拉山镇方向出发，目前没有发现特别烂的路，只是路面有些凹凸不平，对我的车来说影响不大。然后这段路很多路两边都插着这种铁棍，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。之前在别的路上没有见过呀，这两边插的很多这种棍子。这上面有个风力发电机，叶片竟然没有了，应该是风太大直接吹掉了吧。现在到达这个唐古拉山口，海拔5231，到了唐古拉山这个地方已经是属于海西了，进入青海地区了。现在差不多应该是到传说中的这个烂路了。穿过无人区的青藏铁路，看到的火车全都是绿皮车，很少看到拉货的。无人区虽然捡不到柴火，但是这路边全都是大货车上掉下来的木材，把这些捡了，应该够烧个4、5吨了。今天在这个11059国道，唐古拉兵站，前面是唐古拉兵站，然后隔壁还有个四川饭店，这边有个西藏公路维护站，我们就在这个西藏公路维护站里面休息，车在这里面停。这边是这个3轮房车，然后它这边是工人的宿舍，这边专门隔出来一个救助站，就是救助这些去西藏的骑友的，因为这环境比较恶劣，在外面搭帐篷的时候容易冻死，所以他们这个工人的房子专门搞了一个救护站。这里面都是床、被子，都可以过来睡觉。然后接了一个线，电动车在外面充电。不过由于这边的电它都是靠太阳能发电的，所以说电压非常低，你像一般的充电器根本充不进去电。就像这个3轮老哥的，他的充电器由于电压低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反正充不进去电。
用我的华为大炮充。但是我的华为大炮的话，只能白天充，因为白天的话，这边的工人都去上班了，晚上的话，人家都回宿舍休息了。我的华为大炮是不管它电压再低，就强行把它的电抽出来，我开多少安就能开多少安，所以说就把人家的宿舍的灯泡搞得一闪一闪的。我们现在是在白天在充电，然后这个房子的话，我们是不用住的，我们就在这充电，晚上还是住我们自己的房车。在房车里是不会冻死的，这边主要外面是还有熊，搭帐篷第一是容易冻死，第二是容易被狼吃掉，还有被熊给拍死，非常危险。我晚上的话就住我的房车，里面是非常暖和的。这边是我的大炮在给它充电，它的充电器是这种的，反正就是电压不够，它就不充电，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因为我这个充电器，它不管多少电压，它只要有电，它也能充啊。所以它那充不了电，然后它那插口和我那也不一样，我那是123的安南分口，它那是这种大品字口，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品字口，所以我就把这铁丝给它拔掉，然后接上我这个安南分口，用铁丝简单包一下，包的不是太好，而且怕它俩碰到，不敢乱动，电流也不敢开太大，就开个20安吧。开3轮房车的这个老哥，他双腿是不能走路，他平时下来的话是坐轮椅的，轮椅是在后面。但是昨天从那个安多县出发的时候，这边一个轮子，这边一个轮子，突然可能是路太烂了吧，掉了一个。我今天骑电动车回去找了一圈也没找到。我希望路上有走109的朋友碰到他这根轮子，就是这种轮子，在路上如果捡到这根轮子的话，联系一下。现在没有轮椅，他是寸步难行，做饭也做不了，只能一整天都待在3轮车上，移动的话全靠这个支架，走不了多远路。更主要的是这是无人区，快递也发不过来。现在出来买个饭，隔壁有个四川饭店，这个价格都比较贵。我昨天就是吃的水饺，40块钱1斤。今晚的话和这个3轮老哥点一份菜就行了，我们自己蒸米饭。我们2个都是河南的，就点一份烩菜，小份烩菜88。准备生火煮个米饭，捡了一大包柴，这一点劈了，还有这些没有劈的。把这个米饭给蒸一下。这边是捡了大块的牛粪，但是牛粪块太大了，我又不忍心用手把它掰开。然后主要是这个木材是足够用的，我原本以为没有柴火烧了我才捡点牛粪，现在看来这109国道上是不缺木材的。之前的话都是捡的这种树枝，现在的话直接烧这种木材，一路上全是大货车掉下来的木棍，这下子够烧了，以后都不用捡着牛粪了。烧的木头非常舒服，我把我这路上的塑料垃圾全部给扔进去，直接火化了，没有一点气味，因为这火非常猛，扔进去直接就气化了。咱们是不能在路上乱扔垃圾的。熟了，这个柴火炉烧饭就是快，不到10分钟。好了，不用加柴了，光这些柴火都烧不完。